喲，咱們這個早退休搬去哪兒系列加一個地方就是中國。之前很多朋友留言問我為什麼不想回中國去住，我想回答的是不是不想，只是還沒研究到那兒。最近契機剛好到了，我身邊的好幾個碼農好朋友今年都陸陸續續回了趟中國去玩、去探親、度假。回來以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告訴我，中國現在有多麼的好吃好玩，選擇超級多，不像美國需要付小費，但是受到的服務比付了小費還要好。最重要的是，对我这种想要早退休但是又不想要 sacrifice 我的生活品質的朋友來說，便宜很重要。According to 我的調查，在中國幾個我今天要討論的一線城市，上海、深圳、北京，還有新一線城市蘇州，生活會比舊金山灣區便宜2到4倍。前天我跟剛從上海回來的朋友吃飯的時候，他就說要不我來給大家算一筆吧，算一算如果想要在中國這幾個城市躺平早退休，到底要在美國賺多少錢才夠呢？這次我朋友回去上海過的就是這種早退休的生活。他說他家樓下走路不到5分鐘就有10幾家早餐店，然後再接着走就有最起碼20幾家咖啡店，所以他每天早上起來最起碼會吃5個不同的早餐店，這個吃一點，那個吃一點。唉，吃飽了再去找咖啡，然後去公園溜一溜，看別人跳操。中午回家跟爸媽吃頓飯，下午又去找親戚玩，不是打球就是逛街。他回來以後非常想念這種生活，現在是真的動心想要考慮搬回去了。那麼在中國的一線城市和準一線城市，到底需要多少錢才能過上這種生活呢？我們今天說的這4個城市裡面，我先從最貴的說到最便宜的，所以從上海開始，算的是2個人1個月生活多少錢。調查了好幾個 source， 也親自問了我住在上海的朋友。我先說幾個 AI 告訴我們的吧。上海我算的是要一個租個房子2到3房，最好有2個洗手間。GPT 老師給我的房租 range 是22000到32000，然後吃喝外賣咖啡1個月大概是6000到10000人民幣。交通的話是600到1200，水電煤加網費每個月是500到800人民幣，衣服日用品每個月是1500到3000人民幣。所以這樣子算下來，每個月在上海的總額就是3萬多一點到47000人民幣，也就是4200到6600美金1個月。GPT 老師認為這個價位就可以過到輕奢侈，但是我又去問了 Gemini， 他給的價錢更高。我跟我在上海的朋友 confirm 了一下，他們覺得 Gemini 給的數字不是輕奢侈，是非常奢侈。我跟你們報一下，就還是同樣的2到3房。Gemini 給我的 range 是22000到4萬1個月人民幣，通常可以租到位於市中心地段，比如說靜安、徐匯、黃埔和長寧這幾個地段的高品質住宅，或者是那種設施齊全的酒店式服務公寓，這些地區都是比較成熟，外籍人士也比較多。我上海的朋友說，半年快30萬，好多人可以買個小房子首付了。住在核心區域就什麼都貴，但是真的方便。但是我朋友認為我應該是不太能接受住在這些地方，因為會比較吵鬧。他覺得我適合去住一些比較安靜的地方，叫做前灘。So I searched about this。前灘是一個小的區域，在浦東新區，所以那邊都是新房比較多，然後社區比較年輕，旁邊有公園啊、體育館。前灘離市區如果是坐地鐵的話，應該是20到30分鐘就可以到了。他們建議我去住前灘。說完了住宅，我們來看吃喝。這個預算也是非常舒服的吃啊，甚至是太寬裕了。Gemini 給我的 reference 是1個月花12000到18000人民幣來吃，這也是2個人的。上海餐飲如果是典型的價格參考，比如說優質咖啡啊、精品店大概是30到45元人民幣一杯，中檔的午餐大概是100到150人民幣，高質量的外賣晚餐大概是120到200人民幣，然後舒適的西式或者是日料，不是米其林的那種，是400到800人民幣一次。然後如果是那種高端聚會啊、小酌呀，那大概是1000到1500人民幣一次。我也 consider 更健康的 option， 就是請一個做飯阿姨，大概每2天來我家做一次，每次來2個小時到3個小時幫我做個午飯或者是晚飯，那每個月會花2100到4000人民幣。再來就是交通，我們應該會用一些網約車或者滴滴打車。Gemini 給我的價錢是2500到5000人民幣。
水電煤和網費1200到1800人民幣，衣服日用品還是1500到3000。Gemini 老師給我加了一項就是醫療，hopefully I don't need it， 但是確實應該要 consider。他給我預估的是2000到4000人民幣。我跟中國的朋友聊這個的時候，他們說像我這種外籍人士，如果是想要在中國住個半年以上啊，可以買商業保險，然後去報銷。但是這個商業保險還挺貴的，2個成年人可以選擇涵蓋門診的國際醫療保險，這個預算是4600到9200人民幣一個月，我覺得都可以趕上我在灣區的自己掏腰包買保險的價格了。你們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如果我想要去中國住6個月以上，醫療應該怎麼辦？應該自付嗎？還是去買這個商業保險 ？Anyway, all that together, Gemini 給我的預算是2個人每個月41000到72000人民幣。也就是大概6000到10000美元，差不多趕上我在灣區一個月花的錢了。當然，這個預算可以過的生活品質和質量會比我在灣區現在這樣摳摳嗦嗦的過要舒服得多，但是還是挺高的。上海如果想要奢侈的生活，還是挺貴的。接下來我們把視角轉到深圳。深圳可以算是中國最年輕的一個一線城市，整個城大概都是最近30年之內建起來的，地鐵、商場、社區、公園都非常的現代化。你會發現這裡沒有那種破舊的老城區，一切都很新很乾淨。我們同樣看看生活成本，2個人在深圳過一個輕奢侈的早退休生活，每個月需要多少錢？還是先從租房開始，同樣2到3房2浴，預算是15000到25000人民幣。這個是深圳南山僑華城一個2個 W 拿下的法式大橫廳，滿眼綠意的這麼一個公寓。這個公寓有烤箱、洗碗機、冰箱、洗衣機、烘乾機、智能馬桶，24小時的保安服務，還有推開窗就能看到綠意。吃飯方面預算是5000到9000人民幣，交通是500到1000，水電和網費是500到900，日常消費大概是1200到2500。最後深圳的總預算就是22000到38000人民幣，也就是大概3100到5300美金一個月，已經比上海要便宜些了。接下來我們看第3個城市，就是北京。我小時候來美國之前在北京住過一陣子，我對這邊有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北方最大的消費城市，吃喝玩樂、胡同、小酒館、博物館、展覽，每天都能找到新東西玩。我 personally 是很喜歡想要住在北京的，所以我們還是來看2個人住一個2到3房2浴的公寓，一個月的預算大概是12000到22000人民幣。我也同樣找了一個實例，這個是北京東3環的一個房子，大概2萬出頭，它有落葉窗、露台、大客廳，大概183平，坐標是朝陽區。這個房子是05到06年建的，小區環境很好，各種綠樹，水系打理的也很好，小區的人和車是分流的，車位充足。這個就是我可以接受租的一個房子，如果我去北京退休的話，或者如果你是一個人，可以考慮這個 loft， 這個是65平，長得特別好看。這個 loft 的層高是4.5米，樓上樓下2個臥室。衣服是沒有陽台的，但是2樓靠臥室的窗旁邊可以放一個曬衣架。北方的天氣乾燥，所以還是很友好的。這個博主說現在房價一直在跌，要不要買公寓還是結合自身需求。這個 loft 的戶型，我覺得就是對於單身或者是夫妻2個沒小孩的都挺好的。吃飯呢，在北京吃着舒舒服服的，2個人每個月是5000到8000的預算，交通每個月是500到900，水電網每個月也是500到900。日常消費就算1000到2000，所以北京的總預算一個月2個人輕奢侈大概是19000到34000人民幣，也就是2600到4700美金一個月。越來越便宜了。說完了北京，我們把視角放到一個風格完全不一樣的城市——蘇州。這裡不像北京那麼忙，也不像深圳那麼快，它是一個把生活過成藝術的一座城。蘇州這個城市又有江南水鄉的美，又有現代化城市的商場和社區。如果你心裡想的是我不想那麼捲，但是我又想要過上高質量、慢悠悠但又什麼都方便的生活，那蘇州會讓你眼前一亮。蘇州的房租預算是2個人8000到14000，我找的這個實例是月租1個 W 左右，看着好新好漂亮。
這種就已經可以了，我覺得住這兒我可以接受。吃喝2個人是4000到7000人民幣，交通每個月300到700，水電網每個月400到800。日常消費也是跟北京一樣，算了1000到2000。蘇州的總預算是13700到24500人民幣，也就是1900到3400美元一個月。為什麼我把蘇州也放進這個視頻？因為我有私心，我如果去中國住的話，最後安居的地方應該就是蘇州，因為我有很親的家人在那邊，我還有很親的家人在東北，但是東北可能會太冷，所以暫時先不考慮。就夏天去玩玩還行。根據今天我們算的這個生活預算，跟你的理解是否相同？歡迎在留言區跟我交流。最後我們拿出來最近常用的一個 table，叫做財富自由表。你到底需要多少錢才會永遠花不完？那我們來套一下今天的這個 example。我們剛剛總結，上海的預算是6000到1萬美金，折中一下算8000一個月，一年花96000美元，就算它10萬吧。我想要花56年，那我需要300万，我就会永遠花不完。那再來看一下咱們今天看的4個城市裡面最便宜的蘇州，每個月的預算是1900到3400美元，我就算3000吧，乘以12是36000。咱們 conservative 的算，就算是每年花5萬好了。如果每年花5萬，56年我需要150萬。我想永遠花不完的話，我需要300万，快要比上海便宜一半。我覺得蘇州也是個挺好的選擇。蘇州離上海也不遠，坐火車半個多小時就到了，但是便宜這麼多呢，很適合想要早退休的同學。OK， 那今天這4個城市的比較，上海的精致生活，深圳的现代效率，北京的文化密度，還有蘇州這種把生活過成詩的慢生活。如果你現在人也在國外，工作了很多年，可能你也在想，我到底需要多少錢才能不再為錢工作？如果去中國躺平，我會不會反而活得更快樂、更輕鬆？人生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啦。但是我們可以做的是把你想要的生活方式想清楚，並且根據這個算清楚你到底需要多少錢，給自己多一個選擇，多一條退路。你不一定真的要現在就搬回去了，但是通過我們今天這些數字，希望也能讓你跟我的好朋友一樣 get a sense of 你現在的錢到底可以在中國過上什麼樣子的生活了，是不是搬回去已經可以退休了。說不定你會發現人生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難，而我們都有機會可以活得更自由。Alright，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兒啦，祝大家都少一點辛苦，多一點幸福。我們下期見，別忘了給我留言、點讚、轉發哦，拜拜。